这应该是第一部被写进教科书的电影。这段咏春教学被称为业界典范，好多想学咏春的教练都让他们去看这部电影。因为别的电影只是用咏春去打，不懂的只觉得打得好看，瞧不出里面的门道。而这部电影不仅打得好看，还在教你咏春的诀窍，从8招拳法基础到咏春长短桥之分，每招每式每个关节都进行了要点解析。这部电影就是1981年洪金宝执导的《败家子》，演员阵容也是十分豪华，洪金宝、林正英、元彪、陈勋奇都是有着真功夫的演员，从头至尾10几场打戏，越打越精彩，越打越好看。英叔甚至还为了角色女装一把。今天我们一起回顾这部被誉为咏春教科书的《败家子》。电影一开始，镜头就对准了广东佛山。佛山有3宝：纸扎、大佛、赞先生。前俩说的是佛山精细的纸扎工艺，以采扎狮头工艺闻名，以及三水区森林公园的巨型卧佛和西樵山宝峰寺的南海观音像。最后一个赞先生就是咏春祖师梁赞。当然，虽然饰演者都是元彪，但这可不是黄飞鸿中的那个梁宽，大家不要搞混了。两人之间差着辈分，一旦碰面，黄飞鸿甚至还要叫梁前辈。不过同样都在一个地方佛山开医馆教武堂，两人有没有可能产生交集？四舅还真去查了相关的资料，发现历史上的黄大宗师还真挑战过同样在佛山开设武馆的咏春宗师梁赞。不过梁赞没有亲自应战，而是让徒弟陈华顺代打。陈华顺叶问的师傅，他还有个外号找钱华。洪金宝在1978年执导的《赞先生与找钱华》里面就讲述了第5代传人陈华顺跟咏春宗师梁赞学习咏春拳的过程。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后面四舅会为大家带来解说。对比如雷贯耳的黄大宗师，陈华顺当时还只是只小虾米，他在咏春派里面出名，外面没名气，所以没人认为他是黄飞鸿的对手。结果没想到陈华顺在巧手、手法和棍法3次比试中3次战胜黄飞鸿，一战成名。黄飞鸿也是事后才知道对手是梁赞徒弟，不是梁赞本人。我们继续说回电影，元彪饰演的梁赞是整条街最有名的富二代，他从小就喜欢功夫，热爱习武，但是老梁家就一根独苗，这万一哪天来个真高手给他打残了、打死了怎么办？于是老两口就想出了一个主意，每次梁赞上街切磋，管家陈龙就会提前打点好，叫那些江湖人故意输给梁赞，跟现在的打假赛没啥两样。久而久之，梁赞就有了个名号打通街。顾名思义，武艺高强，打通整条街无敌手。但很多人私底下叫他派通街，意思就是给整条街的人派钱，这样收了他家钱的人就会自动输给他，让他打通街。更过分的还叫他败家子，只要谁缺钱了都会来挑战梁赞，让管家给钱。这不，红鼻子乌马就发现了由头，于是他假装铁砂掌高手，准备与梁赞切磋一下功夫。陈龙害怕自家少爷挨揍，只能破财消灾，花大价钱买通五马，然后又让教头给少爷建立信心。两位教头也是混口饭吃，明明只要假装被打败就好了，谁又会费劲教梁赞功夫呢？梁赞一直被蒙在鼓里，久而久之还真以为自己有2把刷子，是名震佛山的打通街。这天由钱生伟饰演的好兄弟请梁赞去听戏，由此引出英叔扮演的角色梁二弟。梁二弟清代道光人，拜少林5老之一的至善大师为师。咏春中的6点半棍法就是梁二弟学完少林出山与洪拳蛇形手融合自创而成。之后梁二弟结识黄华宝，两人亦师亦友，互相交换心得后，将所学武术尽传于梁赞。该武学体系后被梁赞定名为咏春拳。也是到了梁赞开始，咏春拳的历史传承有了明确记载。梁赞教了个得意弟子陈华顺，陈华顺教过叶问，所以叶问要叫梁赞一声师公。梁二弟也算得上是叶问的太师祖了，这些都是跟历史传承对应上的。我们继续回到电影，英叔这个花旦扮相真是少见。哇，嗰個花旦你幾風騷咯，直到談上鏡添。女裝的英叔给钱生伟看懵了，仗着俺颇有家资就想着霸占英叔。英叔顺手画了他一个大花猫，接着用最基础的咏春摊手挡住2名小弟进攻，一个侧身入马将其撂翻，压坐在他身上。虽然只是短短的一个接触，但已经展示出咏春拳的精髓。当年林正英就是被李小龙器重，曾经是他的御用武师，而李小龙又师从过宗师叶问，林正英的咏春拳造诣很有可能跟李小龙有关。钱生伟被英叔一顿暴揍，只能去找打通街的梁赞帮忙。英叔一看是败家子来了，丝毫不给面子，嘲讽他是派通街，到处派钱，叫人故意输给你。陈龙赶紧将英叔拉到一边商量价格，1拳1两，躺在地上5两，吐血50两。英叔不要，就是要把梁赞的丑事给拆穿，一句话给梁赞说恼了。然而还没交手几个回合，两人就唱了起来。骂人加入戏腔，电影这段对唱还是很有意思的。
两人对唱一段结束，梁赞摆出红拳架势，元彪这一套动作还是很具有观赏性的，虚步、弓步、马步、开掌、立掌几乎都展现给了大家。太过于繁琐的套路，却忘记了最初的本意，这也是现在大家对传统武术的看法，只要打得好看的，那都是花架子。这里梁赞也是被梁二弟吐槽花架子中看不中用。梁赞恼羞成怒打向英叔，英叔可是正宗的咏春拳，梁赞每一次的进攻都被化解，英叔顺势蝴蝶掌击中肋部，将梁赞打飞，掌击再加上跌落的重伤，这一下英叔确实没有留手，直接给梁赞干吐血了。英叔打完还不忘嘲讽，我还没出力呢。梁赞不服，再次挑战，英叔这次用起了腿法，一脚将梁赞撂倒，顺势踩在了他的背上，让梁赞多学几年再出来打架。梁赞问英叔，我的功夫是不是真的很差？英叔丝毫没有给他留面子，你的功夫根本连基础都没有扎好，任何一个练过功夫的人都能赢你。梁赞这下绝望了，回到家里见到两位教头就开打，并且还让两人用真功夫，如果今天打不赢自己就卷铺盖滚蛋，打也是走，不打也是走。平日里两位教头受了梁赞这么多的气，肯定是要打一顿出气，两人丝毫不留情面，当场将梁赞狠狠地打了一顿出气。临走前还说，你以为佛山就他一家败家子？这里也跟片名遥相呼应。在梁朝伟的一代宗师中，他饰演的叶问提到过，当年他拜师佛山咏春陈华顺学武，交的学费是12两黄金，一般人根本学不起，学得起的都是有钱人。从这个角度看，学武的都是败家子，梁赞就是学得起武功的真正有钱人，佛山出名的富二代。后面小王爷倪飞也是个不折不扣的败家子。这样看，败家子这个片名和叶问一代宗师意思是一样的，不可谓不贴合。梁赞很是生气，他哭着对老爹说，为什么把自己教成败家子？明明找个厉害点的师傅教他功夫就不怕挨打了。于是老爹带着重礼找到英叔，希望英叔教自己儿子练功，但英叔却认为梁赞是个纨绔，如果真学会了武功招摇撞世，自己后悔都晚了，便没有答应。梁赞这小子也没有放弃，直接让财大气粗的老爹把整个岳丰年都给买下来，连英叔都成他家打工的了。这下就算英叔不答应，梁赞也可以跟在他身旁当个武行。但英叔打心底觉得被这小子膈应，于是下船时突然偷袭，把梁赞弹进了水里。梁赞丝毫不生气，反而让管家陈龙随时找机会偷袭，训练自己不怕被人暗算。很快戏班子来到了广州表演，梁赞看到扮演关羽的贵哥给他打招呼，贵哥却没有理他。梁赞觉得这小子架子太大了，英叔告诉梁赞，化了妆就是神，不能出声的，不然就会有祸上身。演完了戏之后，还要用元宝来印脸，放在火盘上烧，然后拜3下请走关公，抹干净脸才能说话。英叔也有点好奇。这天晚上，扮演关公的贵哥因为偷了教头的老婆，对方放话今晚就要打死他。贵哥找到英叔帮忙，没办法，英叔让梁赞去顶替贵哥演关公，贵哥出去躲一躲。很快，教头带着一群人来到戏班，他只知道跟他老婆偷情的是戏班里专门演关公的，对着梁赞就是一顿亲切问候。而梁赞想解释，但画上关公就不能说话，于是也是吃了一个哑巴亏，被一群人围着暴打。打着打着，一群人跑到了戏台前，没办法，英叔只能出手帮梁赞解围。这一出手就引起了倪飞的关注。这倪飞来自北方，是僧格林沁的儿子，当然不是武状元苏乞儿的那个铁帽子王，不然就可以找苏灿帮忙了。这小王爷倪飞同样也是一个武痴，这次南下的目的就是找功夫高手切磋。英叔在台上一打多，就连这教头也被他几拳打飞，口吐鲜血。倪飞当即就认定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功夫高手，于是第二天宴请戏班的人出来吃宵夜，其实就是鸿门宴。英叔还没上船就被狄威、钟发拦在了外面，狄威率先出脚，早有防备的英叔以进为退，不断用腿法格挡狄威，反过来将他给制住。钟发见状用出螳螂手，英叔用出咏春摊手，单手化解，一招摊绑符击退钟发，轻描淡写连过2关。倪飞这时出现拦下钟发，将英叔给请了进去，并表示自己一看见高手就手痒痒。英叔说以前也有这种病，不过后来治好了。作为当今小王爷，倪飞字典里是没有忍这个字的，他咄咄逼人，就地就要和英叔切磋。英叔眼看逼不过，只能上前应战。两人摆开架势，谁也不想先动手。英叔踩了一下梁赞的脚，让他推了自己一把，破开僵局。英叔咏春拳攻守兼备，拳快而防守紧密，而倪飞也不弱，白眉拳糅合着龙形拳，拳法刚劲，攻击迅猛。
两人近身短打，交手十几招难分难解。但倪飞手上戴着的10个戒指完全就是现代版的纸虎，打得英叔直喊手疼。两人拉开架势，巧手对峙，这里就用了咏春的听桥技术。咏春拳强调后发先至，敌不动我不动，敌先动我抢攻。简单来说就是防守反击，通过手臂与对方接触的部分去感知对方的力量方向、大小、速度和意图，这是一种非常考验预判和反应能力的手段，就像用手去听对方的动作一样，所以被称为听桥。英叔率先察觉对手爪形微动，一招冲拳击头抢攻，倪飞转身虎尾脚还击，英叔改手为攻，手脚并用直逼倪飞，身法敏捷的倪飞都躲了过去。作为李小龙左膀右臂，英叔功夫自然不用多说。而小王爷倪飞的扮演者陈勋奇不仅是公认的香港影坛全才，现实中也还是白眉派第6代传人。两人从船上打到岸边，其实并没有分出高低，只不过是剧情需要才安排以英叔的哮喘发作收尾留白。但两人精彩的真功夫对决却是再难重现的经典。英叔哮喘发作，一下子喘不上气来，倪飞这才知道对方有病在身，觉得自己再打下去就是趁人之危胜之不武，于是就约定等英叔病康复后再比。但梁赞身为富商儿子，就已经有打通一条街的名号了。别说倪飞是王爷的儿子，担心儿子比武遇到真正高手有危险，所以倪飞离开前，森格林庆就交代了倪飞的护卫狄威，如果遇到真正的高手，要不择手段将高手格杀。于是狄威找到了当地的知府，让知府征选20名刺客去戏班把英叔给做掉。很快，趁着夜色，狄威带着刺客潜入戏班，出门帮英叔买药的梁赞还以为是管家偷袭，当即就和刺客打了起来。但由于学武不精，被刺客一脚踢晕。刺客继续潜入，此时戏班的大伙还没被刚才的打斗惊醒，刺客见机行事，捂住他们的嘴巴，一刀毙命。英叔被刀光晃眼后迅速反应，却已经被割伤颈部，他立马翻转起身，一个日字冲拳打翻第1名刺客，其余刺客立马围上来同时出击。英叔以摊手奋力抵抗，但刺客人多势众，一眼望去10几个，加上英叔哮喘发作，背上也中了一刀。中发一看有机会，用出螳螂拳冲上去跟英叔对打。螳螂拳同样是近身短打，以凶悍见长，其拳法变化多端。英叔专心应对，却被身后狄威旋风腿击头倒地。在与刺客的打斗中，英叔也发现了两人是倪飞身边的护卫，这下更不能留他了。关键时刻，梁赞赶到，他点燃火旗将刺客打退，招呼着英叔离开。这里几个翻身夺火旗的镜头，其实也展现了林正英的武学功底，不愧是龙虎武士出身，李小龙的左膀右臂。刺客紧追不舍，两人躲在荷叶丛中才逃过一劫。镜头一转，伴随着将军令的响起，洪金宝饰演的黄花宝出场，同样都是姓黄，借用一下 BGM， 我想黄大宗师也不介意吧。前面也说了，黄花宝是梁二弟的师兄，两人亦师亦友，互相交换心得后，将所学武术尽传于梁赞。该武学体系被梁赞定名为咏春拳，电影也是根据历史记载，将梁赞跟二人学拳的经历给拍了出来。黄花宝跟梁二弟一见面就吵架，这对师兄弟还用动作含蓄地嘲讽对方。因为英叔执意不教梁赞功夫，梁赞只好过来偷学。好心的小妹也让梁赞跟着对练。洪师傅伸头一看，还以为梁赞在吃闺女豆腐，提着一把大斧就冲了出来。到头来才发现都是误会。洪师傅也有点尴尬，随后听闻梁赞跟着英叔半年都没学到真东西，洪师傅就打算教他一套功夫，表面上不吝赐教，实则已经想好了怎么教训这个流氓。只见他直接弯弓下马，打了一套入册大法，像模像样的当做功夫传授。英叔骂他误人子弟，并告诉梁赞，就算跟着自己10年也不会教他功夫。梁赞这时却有不同的看法，跟不跟人结怨，有时候是身不由己的。如果所有门派都好像你一样，功夫很快就会断绝。梁赞的一番话让英叔想到了自己的遭遇，面对小王爷倪飞，英叔处处退让，可最后依然落得个船破人亡。也就是在这时，英叔终于决定要教梁赞最正宗的咏春拳术。咏春可不是为了强身健体，他以筹字为诀，要意志坚定，心狠手辣。马步是咏春拳的基础，他以2字前仰马开桩，身心力腰马合一，力从地起，拳由心发。只有马步又平又稳，才能做到空手自如，否则一踢就倒。咏春基础招式有8手，八仙桌是练咏春短桥的催打手。英叔让梁赞站在一张木桌上，把这里当做一个小擂台，别人攻击你的时候不能后退，要移身卸力，力打对冲，然后抢占先机，让对手难以立足。英叔将咏春拳招式尽数传授，梁赞天资聪颖，很快就将基础功夫吃熟吃透。同时他也有个疑问，那就是英叔在用腿进攻的时候，为什么都是小动作专打下3路？英叔皱眉说道，腿抬得越高越容易失去重心。洪师傅听闻呵呵一笑，
谁说举腿没用的？他当场用脚盘冠把他甩向空中，要给两人表演一番。结果梁赞松了口气，觉得自己幸好没跟洪师傅学武。谁知英叔面无表情，竟坦言师兄才是咏春拳的集大成者。梁赞想要继续进步，只能拜洪师傅为师，只因他只能用短桥，洪师傅却可以长短桥并用。原来咏春分有长短桥之分，身体细小只能学习短桥，身材高大的人却可以长短桥并用。英叔身材细小，与人巧手对巧手，他是绝对碰不过的，所以英叔会先泄对方的力，然后利用速度快和密集攻势打倒对手。反观洪师傅体型比英叔大，两人巧手对撞，他可以直接连桥打入，无论英叔怎么出招，靠身体都能将他撞翻。这就是咏春中的同门技力胜身材。简单来说，身材高大的人在同门比试中占据优势，他们出拳重，速度跟回手比较慢，这也意味着两人对打，英叔只能利用洪金宝回手比较慢的缺点卸掉他的力，抓住机会快速进攻，用密集攻势才有可能打倒他。当然，这只停留在理念层次，因为洪金宝打起来真的不讲道理。既然已经喝了梁赞的拜师茶，英叔也没什么私藏的，自然希望他可以青出玉兰胜玉兰。于是找到师兄，抓住他喜欢吹牛的特点打了一个赌，如果教的比自己好，自己就叫他干爹。洪金宝信以为真，等反应过来上当的时候已经迟了。别看洪师傅平日里吊儿郎当，实际上却是身经百战，身上全是刀疤。不同于英叔的咏春基础拳术，洪师傅要教的是一些实际的东西。他告诉梁赞，拳头是最弱的攻击手段，你和别人打架时，对手不会傻傻的站着让你打，你出拳，他只要一后退就可以卸力，一后缩你就打不着了。这是因为练拳的时候习惯了在一定距离，所以要将目标集中点后移，提前假设对方后退的位置，这样即使出拳他后缩了，你同样能打到。洪师傅继续说，如果遇到一个身材比你大，体力又比你好的，打是打不过了，所以一动手就要打他最薄弱的位置，眼睛、喉咙和下阴。如果对方护住这3个位置，你就要打倒他，让他受伤，然后就追着他受伤的地方去打，那里就成了他的弱点。眨眼数个月过去，在洪师傅的教导下，梁赞的武功今非昔比，可英叔的哮喘却越来越严重。如今梁赞已经有了自保能力，于是洪师傅就让梁赞带英叔回佛山治病。好巧不巧，倪飞这位小王爷也来到了佛山，他一路广寻高手，2位教头就被他一顿好揍。气不过的两人祸水东引，说梁赞以前是佛山第1拳，师承咏春拳梁二弟。得知英叔没死，倪飞满脸高兴，竟然直接闯入梁府，要跟英叔商约，再一次比武切磋。英叔以为那些刺客是倪飞安排的，对他态度十分的不好，大骂倪飞是见不得光的老鼠。狄威和钟发看英叔没死，直接背后偷袭刺死了英叔。已经便宜咗你，我们仲要多謝你哋。这里英叔的心理活动真是太搞笑了。两人对倪飞坦白一切，倪飞将两人打倒，扶着英叔道歉。这一幕刚好被刚进门的梁赞看到，以为是倪飞偷袭的英叔。梁赞上前就打，英叔拦下了他。这群人都是朝廷大官，如果动手，你全家都会有灭门之祸。梁赞师傅死后，倪飞就穿着校服来祭奠，他对自己害死那么多人感到很愧疚。2个杀手已经被他处决，并且脱离了自己的家族。梁赞忍无可忍，他为师傅的死感到不满，不能放过间接害死师傅的倪飞，于是向倪飞要求切磋。2人来到一片荒地，梁赞首先出手冲向倪飞，倪飞以白眉拳应对，旋风脚无缝衔接狐尾脚踢飞梁赞。梁赞起身再次冲向倪飞，此时梁赞的仇恨值确实拉满了，出手确实够狠，但正因如此，被仇恨蒙蔽双眼的梁赞攻击毫无章法，忘记了咏春拳手中用中吃桥埋手的理念，再次被倪飞打飞。吃了亏的梁赞瞬间清醒了过来，开始有意克制自己的情绪。他扎起马步，用肘部进行防守，插眼、踢裆、锁喉，趁着倪飞重心不稳，一记扫堂腿将他撂倒。正要出拳，想起了对方刚才手下留情，两人重新站起。倪飞攻击凌厉了起来，2次进式埋根压制梁赞身位，找到机会一记飞踢将其击倒。梁赞起身后边走边打，短桥变长桥，不断寻找机会，一记抬肘破开倪飞架势，先手出拳正中腹部，长桥的优势慢慢体现了出来。倪飞挨了一记重拳，他赶紧用脚还击，梁赞再次被踢倒。梁赞起身直接不讲武德，抱住倪飞一发头锤，倪飞顿时头破血流，心里暗骂梁赞不讲武德，不按规矩来。但就像英叔说的一样，江湖上其实根本没有切磋这2个字，点到为止是分不出高低的，一定要毫不留情、不择手段地将对方打倒。倪飞强弩之末，当他再次飞踢的时候，梁赞却是想起洪师傅教的应对高抬腿，直接用身体推飞倪飞。
算是理论和实践的最终结合。这一下衰落造成的伤害，倪飞已经是中门大开，无力还手。梁赞乘胜追击，连续日子冲拳击胸，不断攻击倪飞。梁赞连续出拳，最后一脚直接将倪飞踢飞。倪飞全身骨骼扭曲，无力起身，坐在地上大叫着：“梁赞，你了不起！”元彪则用马步定桩回应，这里这个马步定桩是指你还不够顶的意思，你还不行。败家子是由洪金宝执导并编剧，元彪、陈勋奇、林正英等人主演的一部动作剧情类电影。这部败家子可以说是洪金宝最认真的电影。对比之前洪金宝同时代的作品，如《鬼打鬼》、人吓人、赞先上与找钱华和林世荣等，那种清朝发型都是不剃头的，只是简单的把头发梳起，戴个假发，可见是相当随意。但是为了拍摄败家子，元彪和洪金宝、林正英等主要演员全都剃了光头，装上假辫子，严格遵照了清末的时代造型。英叔还把眉毛给剃了，并为了角色女装。时间和造型上的讲究，就是洪金宝对败家子最直接的体现。全片100多分钟，从头至尾10几场打戏，越打越精彩，越打越好看。凭借败家子，洪金宝获得了第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动作指导奖，这是金像奖第一次设立此奖项，因此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最佳动作指导奖项。随着败家子的爆火，咏春走入了大众视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咏春。叶问作为一部半传记性的电影，对于咏春拳的系统展示却着墨甚少，他只是用咏春打，并没有讲咏春拳的特点。这部败家子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咏春拳的教科书，不仅是因为他把咏春拳的基础、长短桥之分、优点和特点都讲了出来，并且还有明确的师承、咏春的起源。第一种说法是，咏春拳的创始人是福建福清南少林的少林庵五梅师太，五梅师太将禅武结合，最终创出了一种适合女性演练的实用功夫，传给了严咏春。严咏春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拳术，后称咏春拳。后有传说与清廷火烧少林寺有关，当时福建莆田南少林因暗中反清复明遭到围剿，少林古刹也被官兵一把火烧成废墟，只有5个绝顶高手逃了出来，其中一个就是五梅师太。他在南少林鹤拳的基础上创立了一套更重技巧的拳术，并传给严二、严咏春父女。不管是哪种说法，咏春确实起源于少林五梅师太，这才有了咏春拳是女人拳的说法。严咏春后来嫁给了广东商人梁伯仇，梁公子也是学武之人，但无论如何也战不过老婆，便要求学这套拳法。咏春便将拳法传给丈夫，梁公子晚年将拳法传给了本族的侄子梁兰贵，梁兰贵又传继于红传好友黄宝华、梁二弟，接着就是咏春祖师梁赞。当然，称呼梁赞是祖师，不是因为咏春拳是他所创，而是梁赞将咏春拳系统命名，从他开始，咏春拳的历史传承才有了明确记载。梁赞少年时便喜欢习武，父亲生时广聘名师传授武功，继承父业后更求深造，得友人介绍，先后礼聘咏春传人黄华宝及其师弟梁二弟来佛山传技多年。两位前辈深喜梁赞英年勤奋，认为是可造之才，竟将咏春拳术奥秘及6点半棍法悉心教授。现代主要流派都源于梁赞赞先生，所以称他为共祖。看过赞先生与找钱华的都知道，找钱华的师傅是梁赞，而找钱华的徒弟就是叶问。正是通过梁赞，正宗咏春得到很好的传承，之后传到了陈华顺，再之后是叶问、李小龙。另外说个冷知识，电影师傅中陈实的原型叫陈汝绵，他的师傅就是陈华顺。这样一来，陈实和叶问就是师兄弟关系。叶问于香港开山立派，此时咏春拳方得以推广。一个在香港用拳头开山立派，一个用8斩刀在江湖上扬名，不得不感慨咏春派真是艰难呐。最后，李小龙通过电影进一步推动了咏春拳的普及和发展，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全世界几千万武术爱好者争相学习的武术。咏春拳之所以被大家所熟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电影叶问系列的影响。叶问系列也是真正让咏春拳在世人面前大放光彩的电影。但除了叶问、败家子，还有许多优秀的咏春电影，比如《一代宗师》、赞先生与找钱华、师傅等等。那么你最喜欢哪一部呢？欢迎打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好了，今天的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想了解更多记得关注加1哦。孟德4就天天见，明天我们不见不散。